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上演消失的副国级，李希突然露面，马兴瑞持续失踪，夏宝龙未见身影，而国防部长董军更疑似缺席。这份与会名单反而成了外界判读中南海权力震荡的最新地震仪。更令人震惊的是，有消息说，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和军委委员刘振立正遭到中纪委调查。那么，这一轮的现身和缺席究竟在暗示什么？真正的危机又将从哪个裂缝开始爆裂？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12月10号到11号，北京召开了中共全年最关键的会议之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本来应该是一场讨论经济、部署政策的例行会议，但今年的会议却因为中共军方和政坛的持续清晰，这场会议反而成为观察中南海权力震荡的政治地震仪。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7常委全部到场，包括在过去20天里连续缺席2次政治局会议和1次集体学习的中纪委书记李希，这次也罕见的现身。对于外界来说，这无疑像是一场公开辟谣。毕竟过去1周，关于李希被带走、卷入马兴瑞案等传闻满天飞。不过，李希的亮相究竟意味着安全无虞，还只是一次短暂的政治露面？这一点仍不得而知。毕竟，在中共官场，这种戏码早已屡见不鲜。有的人在传闻四起、连续缺席重要场合后突然现身，比如前军委政委苗华；也有的人前一刻还在镜头前正常履职，连续出席多场重大会议，下一刻却悄然从权力舞台上消失，例如马兴瑞和卫东。在权力高度不透明的体制内，现身并不代表平安，缺席也未必意味着落马。真正的风暴往往在镜头之外酝酿。据旅澳自媒体人蒋网正披露，目前李希只是暂停工作，至于后续的走向目前还不明朗，而他的妻子则是深陷马兴瑞夫妻的贪腐案中。相比李希的亮相，马兴瑞的继续缺席就像是对外界连日传闻的一次无声回应。至此，自从他在7月份被免去新疆党委书记以来，这已经是他第4次缺席重要场合。前3次分别是11月28号的政治局会议、当天的集体学习，以及12月8号的政治局会议。对于一名曾经被视为习近平亲信，甚至被外界认为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的高官而言，连续缺席4次关键会议，不再只是异常，而几乎等同于坐实了外界的判断：马兴瑞出事，已属板上钉钉。不仅如此，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没有出现在会议报道中。外界此前盛传，马兴瑞案牵出的7名副国级名单中就包括夏宝龙的名字。如今他同样缺席大会，使得这一传闻更添可信度。这显示马兴瑞案正在向更高层级、更广范围蔓延。接下来说一个对大家都很重要的消息，我们一直在推荐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非常受欢迎，常常卖断货。有一个观众写信来说，他这次下单买了很多，送给员工做年终福利。他说，以往他都是包红包，但今年他改成送红海参了，就是希望大家有个好身体和好精神。而且他自己还要再囤一批货，因为上次断货后他2个月没服用，而他长期睡眠不足，口腔溃疡非常严重。这次货一到，他立马服用，2天就不疼了，第3天伤口全部愈合。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红海参不仅能够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这个红海参修复饮的成分90%是深海野生红海参，还有10%的韩国名贵红参和纯天然蓝莓原液，做成果冻口感，完全没有腥味，小孩大人都喜欢，特别适合圣诞、新年送给家人和朋友。
我建议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我朋友怕断货，干脆一次囤了10盒。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10局，就可以享受85折。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满70美元，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军委委员出席了本次经济工作会议，但是董军不是军委委员。报道中没有单独说国防部长，而董军也没有出现在央视的画面中，因此疑似董军也缺席了这次会议。就在各界关注董军是否出席会议之际，一则来自消息人士的披露，更让这位国防部长的动向变得扑朔迷离。旅澳自媒体人蒋网正在12月11号爆料，国防部长董军被中纪委带走问话，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也正在接受调查。由于蒋网正曾经多次准确爆料中共高层的动向，包括近期的马兴瑞案，都由他最早释出线索，随后不断被后续事件印证，因此他关于董军和刘振立的最新爆料一出，立即引发外界关注。不过蒋网正并没有说明两人被问话的原因。不过在马兴瑞案持续发酵的当下，两人相继被约谈，外界难免会质疑他们的动向是否与马兴瑞案存在关联。要回答这个问题，马兴瑞进入政坛前长期深耕航天、军工和国防科工体系，是重大科研项目军工立项和装备研发的核心环节，而军方所有武器装备的最终去向必然流入海军、陆军、火箭军等军种。董军出身海军，在2013年前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当时正处于装备采购和使用链条的最终用户端。刘振立则作为时任65集团军军长，是陆军方向装备接收和战备体系的重要指挥者之一。从链条结构来看，马兴瑞一端是军工立项、研发和型号管理，董军和刘振立是装备需求、评估和最终使用的另一端。三人虽然不在同一系统任职，却分别占据了军工装备体系的不同环节。因此，一旦中纪委对这条体系展开系统性排查，链条上的每一个节点人物都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也正因为如此，如果上述爆料属实的话，董军和刘振立被问话更可能是体系审查的连带效应，而不是马兴瑞案直接牵出的具体关联。至于他们最终是否会出事，目前仍需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军工和装备体系进入全面审查阶段，位处关键岗位的人，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这不是董军第一次被传出事，自从他在2023年底接任国防部长以来，外界多次注意到他曾经长时间缺席公开活动，从军队会议、外交场合到官方例行活动，一度让外界质疑他是否已遭调查。但每一次在传闻越传越烈的时候，他又会短暂露面，使得舆论一度认为他已经安全过关。然而，董军之所以能够在军队大清洗的风暴中屡次消失又归来，外界普遍认为关键因素并不在他本人，而在于他背后的政治力量彭丽媛及其山东帮网络。董军出生于山东烟台，和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同属山东籍官员群体。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彭丽媛作为军队干部审查、文工系统和政工体系背后的关键推动者之一，自2017年以来，实际参与军队干部考核和选拔，在军委政工部评审体系中拥有特殊地位。换句话说，他至少对部分军队将领握有生杀大权。多方消息显示，董军在2023年接任国防部长时，除了获得苗华的推荐外，也获得了彭丽媛的背书。这一点可能也是董军屡传出事却屡屡过关的关键原因之一。近年来，中共政坛除了习近平的浙江帮、闽江帮、陕西帮外，山东帮也正在迅速扩大影响，
其中最关键的核心人物正是彭丽媛。但现在，随着习近平的各帮派人马遭到持续清洗，彭丽媛所代表的山东帮成员也遭到系统性的重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彭丽媛的正宗老乡马兴瑞。与此同时，一个更具政治爆炸性的词语开始在体制内外流传：新四人帮。据蒋网正透露，这个新四人帮的核心人物包括彭丽媛、尹力、袁家军和马兴瑞。虽然爆料者并没有明确说明他们分别对应文革时期四人帮中的哪一个角色，但外界普遍认为彭丽媛被视为类似江青的位置，是这一圈层的象征性中心人物。这新四人帮当中，毋庸置疑，对习近平影响力最大的是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其余三人尹力、袁家军和马兴瑞都是因为彭丽媛的作用进入了仕途升迁的快车道，成了习近平统治的重臣。蒋网正没有说明这新时代四人帮的说法来自哪里，是他自己本人还是中共内部流传的。如果新四人帮的说法是来自中共内部，那可能意味着他们头上的大伞已经没了，这也反映了习近平的真实权力状况。不过，就算习近平还有权力，也很难想象他会蠢到对自己的人动刀。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四人帮是政治最沉重的定性之一，只有在真正要置某个势力于死地时才会启用。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引述消息透露，习近平下台的日子是按月来计算，倒台的日子很近了。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已经玩不转了，不仅在政治上玩不转，更重要的是没钱了。从中央到地方都没钱。过去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他们在过去都很厉害，要多少钱有多少钱，各种经费都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证。但是现在，在江苏这种经济发达的地方和重要的城市，发工资都到了青黄不接的地步。看上去经济数据好像很客观，但实质上财政已处于快崩盘的状态。没钱，习近平的口号就失去意义了。近一年来，中国爆出的财政困境远比外界想象的更严重，地方政府大面积破产，公务员大量降薪、停发奖金，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强省都开始出现发薪困难，连军队和警察的维稳预算也岌岌可危。对中共政权而言，这意味着什么？没有钱就没有维稳，没有维稳就没有政权。因此，在爆料者看来，习近平真正的致命危机不是马兴瑞案，不是党内反制，而是财政枯竭。权力可以勉强维持，忠诚可以强行要求，但金库一旦见底，中共赖以生存的维稳机器便会失灵。接下来倒下的是人，是派系，还是整个体系，恐怕谁都说不准。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共政局已经进入无法回头的倒计时，每一次缺席，每一个传闻，都可能成为下一场地震的前奏。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